一个人的外表是否会影响在学校、工作中的成功，或者如何被这个世界对待？大家认为人生中的有利条件仅仅是因为普罗大众认为她们漂亮吗？这就是所谓的漂亮特权。为了揭示心理学上关于漂亮特权的解释，看下去吧。区别对待。社会心理学家迈克尔·霍格和格雷厄姆·邦德说，有魅力的人面对不同假设会受到不同对待，那些符合一定审美标准的人往往是更好社会待遇和生活特权的受用者，这意味着那些不符合这些审美标准的人在社会中的处境会不利。在谈论这些优势是什么之前，让我们先探讨一下，按心理学家的说法，什么是美？美的标准。什么是美？情人眼里出西施吗？是由趋势和媒体决定的，还是有一个可衡量的方法来定义美是什么？根据人类学家克莱、福特和心理学家弗兰克·比奇的说法，不同文化也有自己的审美标准。自然学家和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对这些差异感到震惊，他发现不同的文化对肤色、体毛、身材和美容习惯有一定偏好，然而有些特征在跨文化中被认为是有吸引力的。根据心理学说法，面部对称和长相平平的脸被认为是最有魅力的。进化。当一个有魅力的人吸引了你的眼球，你可能并不认为他们漂亮，因为他们看起来一般和对称。那么，这些心理学发现意味着什么？又从何而来呢？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认为长相平平的人最有吸引力。当他们将单个面孔与计算机生成的代表特定人群、中位数或平均特征的面孔进行比较时，这些计算机生成的面孔最终是高度对称的。法医神经学家朱迪解释说，对称性通常与生物强度和健康基因有关。从进化的角度来看，繁殖对于确保生物体的基因不会死亡至关重要。这意味着偏好可能是对择偶的适应，因为被吸引的特征标志着配偶质量的重要方面。心理学教授朱利安·罗兹解释说，美丽来自进化的生殖需求的观点表明，我们本能地将某些人视为漂亮。特权。漂亮的好处自古有之。根据社会心理学家迈克尔·霍格和格雷厄姆·邦德的研究，长得漂亮的孩子成绩更好，更受欢迎，并被认为比同龄人适应能力更强。对于成人，漂亮的成年人有更多约会机会，更成功的事业，更受同龄人喜爱。在研究长得漂亮的优势时，另一个谜团是心理学家说的光环效应，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某人有个好特质，就会把许多其他的好特质与原来的特质联系起来。所以，如果认为谁很漂亮，可能会认为也很有才华、聪明或有趣，当然也不尽然，还可能会因为某人的美貌而认为他肤浅或不够聪明。总的来说，长得漂亮会有特权，但并不能说明全部。比如，工作成功的首要指标是智商，而不是外貌。研究表明，教师素质是影响学生学业成绩最大的因素，甚至像受欢迎这种事也并不总是漂亮的结果。心理学家玛丽娜·哈里斯说，脆弱之道和本真是建立有意义的联系，讨人喜欢和高自尊的因素可以来自与自己的价值观一致的生活。根据心理学家尼克·维格纳尔的说法，美貌远非外表，外表的美会消逝，但灵魂上的美会永存，这让人感到欣慰。真正的美丽不需要化妆，因为谁都比自己的外表更重要。有没有注意到，当有人让你笑、激励你，或者让你有感觉时，你会忘记他们的样子？或者亲吻别人的时候，你会睁着眼睛吗？可能不会。这是因为真正的美是发自肺腑的。重要的是要了解我们持有的潜意识偏见，这样我们才能摆脱这些信念，从而更好地对待自己和他人。诗人路比·考尔分享了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想说的是，这是路比对女性说的，但他的话适用于每个人。在我称他们聪明或勇敢之前，我想向所有我以前说过漂亮的女性道歉。我很抱歉，我说的好像你用你的智慧就能击山溃海，你所能引以为豪的就只有你与生俱来的天赋了。从现在开始，我会说你很有适应力，或者你很了不起。不是因为我觉得你不漂亮，而是因为我想让你知道你不止这些。
你认为漂亮的特权存在吗？欢迎在下面评论区告诉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忘了，我们认为你这样就很美，记住，你很重要。